团长爸爸当众宣布要娶那个漂亮的文工团阿姨那天，我的妈妈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话。他们用汉话嘲讽妈妈是一个大字不识、只会缝衣纺牛的藏族女人，拿什么和能歌善舞、娇艳美丽的团花比？苦守团长30年，未婚先誉为他生下女儿，如今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真以为自己配做团长夫人。我想冲上前和他们理论，男友拉住我，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推迟婚约吧，我得先带青梅回京。”我没有回答，转身离开，找到眼睛哭肿了的妈妈。母妈，我们走吧，离开这里。10天后，团长父亲娶妻那天，牧民闯进了喜宴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快救人啊！卓玛娘俩遇着雪崩了！”找到母妈的时候，她正跪在大昭寺前，她瘦弱的身躯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几乎都要摇摇欲坠。母妈，别跪了，你的膝盖受不了。我跑过去搀起母妈，她靠在我的身上，声音虚弱到我都需要凑耳听。你阿爸说过不会让我们母女没名没分的跟着他，但是现在他却要娶别人，丧主，母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母妈土生土长的藏族女子，为了让家人同意她和阿爸在一起，她在寒天雪地里跪了3天，从此埋下病根，膝盖一到冬天就撑不住。后来阿爸出任务路遇危险，我母妈一听到消息，只身一人穿越整个藏区去找他。她一个女人，愣是把重伤昏迷的阿爸扛回了家。她的膝盖也彻彻底底废了。生我的时候，母妈也差点没了半条命。阿爸说这一辈子他最爱的女人就是母妈，母妈一直相信，我也相信。我紧紧握住她的手，阿爸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毕竟当初爷爷奶奶以死相逼，他也要留在藏区，现在怎么会说抛弃就抛弃了？母妈痛苦地摇头。他说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藏族女人配不上他，说他更适合宋明珠那样的大驾千金。我瞳孔紧缩，怎么也没想到阿爸居然会对母妈说出这样的话。当初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留在藏区，现在又开始嫌弃母妈配不上他。我深吸气，拉着母妈的手紧了紧。母妈，我们走吧。前1年，我从医学桑珠姐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肚子好疼。他演技拙劣，但沈恒还是信了。他一把上前搀扶住任雅，对着我露出一副痛心的表情。我都说了，我和小雅只是扯个结婚证就回来，你身为医生怎么能说这种话刺激孕妇？桑珠，你现在怎么和那些野蛮女人一样了？我的手一下攥紧，心底涌上怒意。沈恒和团长爸爸这一批人刚来的时候根本受不了高原气候，是我们悉心照顾，穿不惯兽皮就仿制给他们做棉麻衣裳，吃不惯饮食就去学中原菜，更不用提篝火晚会时亲手给他们献上一条条代表吉祥的哈达。结果到现在只落下野蛮2个字，我越想越气。正要再说什么，沈恒已经焦急地抱起任雅往外走，只丢下几句：桑珠，你好歹也是受过教育的人，应该大度一点。走之前，小雅就放在你们医院由你照顾了。大度，原来接受自己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结婚，生儿育女就叫做大度。我和沈恒在一起5年，从没想过他会这样对我。我用力擦去眼角的泪，转头翻找我和母妈的资料。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母女俩留恋的了。你和卓玛的手续7天后就能办下来，记得来拿证明。我点点头，收好资料正要离开，转身却听见一道熟悉而又低沉的声音：桑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抬头就见我的团长爸爸孟锦正拧着浓眉站在我面前，年过40，他雄风不减。我不动神色地把移民资料放进包里。有同事要出国，
托我送一趟资料。闻言，梦景的眉头还舒展些许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张请柬递到我面前。是阿爸对不起你们，你放心，即使阿爸有了新家，你和你母妈也一样是我的家人。他说的轻巧，但实际上还是不愿意给我母妈名分，甚至想要我和母妈做10小三和私生女的身份。我盯着这个我从小就崇敬的男人，曾经我觉得他似一座山，保护我和母妈一生平安无虞。现在我只觉得他陌生的可怕。我没接请柬，梦景的眉头紧锁，声音低沉。桑竹，阿爸希望你和母妈能亲眼见证阿爸的幸福。我做不到，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和母妈的生活里。梦景脸色更加难看，他说：请你们去婚礼，是想让你宋阿姨名正言顺入我家门，她未来也会是你的母亲，你应该对她尊重点。婚礼你和你母妈都必须到。我看都没看请柬1秒，直接撕碎了丢进垃圾篓。我和母妈才不会去。我回了母妈帐篷，发现了垃圾篓里的请柬。母妈对我说：桑珠放心，母妈不会再为不值得的人哭了。母妈在外头点燃了火盆，将她和梦景的回忆全都烧了个干净。我也顺手将这些年来我和沈恒的照片丢了进去。这一下子心也好像轻松了不少。晚上我久违的和母妈在一张床上睡觉，摸着母妈长满老茧的手，我发誓接下来只会让她享福。第2天我去医院辞职，护士叫住我：桑珠，等一下，你得去病房做保胎。什么？沈恒陪着任雅坐在椅子上等待，手还幸福地贴在她小腹。我没想到沈恒居然真的要我照顾任雅。我紧皱眉头，冷声道：我要辞职了，你让他找别人。我转身离开，沈恒追了上来。你要辞职，桑珠，照顾小雅是你的责任，你想要辞职逃避，太任性了。这段时间你别的病人也不用管了，就管好小雅就好了。我觉得荒谬，藏区医疗资源紧缺，他却为了任雅能够牺牲掉所有和他不相关的人，就连我也是。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沈恒，我没有那个义务照顾任雅，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沈恒瞳孔微缩，表情骤变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和你说好了，1年后我会来找你的。他又要来拉我的手，反被我猛推到地上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回收你这样的垃圾？闻言，他脸上升起恼怒，周遭人的视线看得他面色铁青。他指着我：桑珠，你一个被玩烂了的女人，除了我沈恒，你看看还有谁会要你？我紧攥住手，要自己强忍住眼泪。他说的这些话算不得什么。我转身决绝地离开，办理好离职手续之后，迅速离开了医院，却在回到母妈的帐篷时，发现空无一人。正当我困惑时，后脑勺被人猛敲了一棍。再醒来，我已经在梦景和宋明珠的婚宴上，母妈坐在我旁边，眼眶含泪。我往下看去，她的手被铐在桌子底下，她还被灌了哑药。我的心沉沉往下坠去，下一秒掌声雷动，梦景的眼神始终追随着宋明珠。在场宾客看向我和母妈的眼里带着轻蔑，他们还好意思来参加孟团长的婚礼，果然不知廉耻，没皮没脸的。有什么样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妈。听说女儿也爬上男人的床，插足人家青梅竹马的感情。我紧攥住手，梦景和宋明珠已经来到我们跟前。宋明珠嘴角含笑，端起白酒敬来。卓玛、桑珠，感谢你们能来我们的婚礼，收到你们的祝福，我才终于心安。我坐着没动，梦景警告的眼神射向我，我端起香槟，反手泼到宋明珠和梦景的脸上。你这么诚心把我和母妈绑来，我当然要祝福你们。我和母妈祝你和孟团长幸福美满，不会像我母妈一样遇到小三。梦景脸色铁青。你们胆敢在这里撒野，把他们带走！怕我再说出什么话来，他连忙叫人把我和母妈押走。母妈手被解开的那一瞬间，众人的眼神都不对了。我和母妈被押上车，司机一脸严肃，我眼瞅着方向不对，他怕是要把我和母妈带去关禁闭。我心一沉，看向不远处有些松动的雪山，我跟母妈说：母妈，你相信我吗？我上前夺走方向盘，逼着司机往前开。了几10个小时的飞行，体验过日夜白昼更替交换后，我们的心情平复了不少。落地的时候，我的脑袋还晕乎乎的。这时就有人迎了上来，说是研究所的人，
他用着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道：“我们知道你们要过来，早就已经在此等候了。”说着就接过了我和母妈手里的皮匣子。他领着我们出了机场，坐上皮卡，来到一栋小洋楼面前。为表诚心，这是我们给你们提供的住宿。我本来已经做好了跟别人挤大宿舍的准备，可竟然没想到研究所还给我们提供了住宿，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。母妈激动扯了扯我的衣摆，这么豪华的房子，我和母妈搬进去的时候，还在不停的感慨，温暖的壁炉、雕刻的壁画，无一处不让我们惊叹。只是那人最后还特意交代了一句，除了顶楼不能上去，其余空间都随便我们使用。一想到住宿条件这么好，他说的这点小要求根本不值一提。经过一晚充足的睡眠，母妈一大早就将我喊醒了。我收拾收拾就去了研究所报道。本来身在异国他乡还有些惆怅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研究所竟然还有不少国人。他们一见到我就冲我热情打招呼，比我和母妈之前面对的那些人看起来友善100倍。为了实现我对母妈的诺言，我也将自己全身心投入研究所的工作当中。国外的医疗水平不低，但空白的地方也不少，才需要我们来进行补充。跟我搭档的是一个叫林深的男人，我听同事说了才知道，他来自京市，之前在藏区待过一段时间，所以研究所主管才将他安排和我一起。只是林深看起来比平常人更不苟言笑一些，很多同事本来想过来跟我说话，一见他在附近就自觉熄火了。我也没在意，只是一到下班时间，我就着急准备换下研究服，因为母妈吃不惯这边的饭菜，打算自己下厨，让我早点回去吃饭。可我刚脱下手套就被林深拦住了，他语气没有一丝情绪。你对待实验就这种态度？要是这样，你还不如继续待在你的藏区。林深说完后就往旁边偏了2步，一副随我便的模样。明明只是一句平平无奇的话，可我却像是感觉到了难以言喻的难堪。于是我只能重新带回手套，继续填写实验数据。林深自那之后不再发表一言一语，就好似之前听到的话是我的错觉，一直忙到了将近晚上11点。我心想一句，糟了，母妈现在还在等我，赶紧换了衣服回去。结果一出门就见林深站在不远处，淡声说了一句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本想拒绝，又想到之前国外乱糟糟的报道，接受了。我们刚到小洋房楼下，焦急的母妈就迎了上来。桑珠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说着，她还仔细检查了我身上，见没事才松了口气。还没等我回答，就听见林深问：“这是你的母妈？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语气似乎带上了一丝异样的情绪。我点点头，对，我放心不下他，便把他从藏区一起带过来了。说完后，我又觉得不安心，问他怎么了。林深眼底似乎泛起了一阵浓烈的情绪，最后又化作一片平静。没事，以后你忙完了手头的东西，可以直接下班，不用等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只看见了他大步离去的背影。他这个人真奇怪，或许他就是在工作上严谨了些，并没有什么恶意。从那之后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感觉林深对我的态度和缓了许多，甚至还会主动邀请我一起吃午饭。我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硬着头皮跟他一起。眼看着路过的同事频频向我们递上不可思议的眼神，我赶紧将饭吃完。我吃饱了，先回去整理完剩下的数据，刚准备走，却被林深拉住了手腕。他似乎是叹了口气，你就这么怕我？我解释道，我不是怕你，就是有些不习惯。明明之前还冷若冰霜的人，现在却跟中了邪一样，对我也太好了点，好的让人感觉到惊讶。林深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，晚上我送你回去，正好给你看点东西。母妈看见我带了林深回来时，还愣了一会儿，随后又手足无措地给他找一双碗筷。林深将他扶着坐下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于是他自然地打开厨房最下层的橱柜，拿出了新的碗筷。我和母妈煮了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，结果他就这么拿出来了。这顿饭吃得很是折磨，吃完后林深才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目的：上顶楼。母妈想起那天的交代，慌忙劝阻。顶楼不能上去。林深笑了笑，扫视周围一圈。这栋房子是我父亲的。我和母妈都沉默了。之前交接的人确实说过，房主是一对父子，可谁能想到林深就是其一。既然他都这样说了，我们也没有意见。林深拿钥匙开房门，随口问道：“你们有上来看过吗？”我连忙摇头。这段时间，我和母妈一直谨遵诺言，从未踏过这阶梯一步。所以在看见挂在墙上那张巨幅的画像时，我们都惊了。画像上的人是年轻时候的母妈。那时候的母妈还没有遇上我爸，正是最灿烂的年龄。她喜欢顶着清晨的日头去放牛羊，等羊群们撒欢地跑了出去，她就躺在草地上，叼着草根打瞌睡。不过就是一个平静不过的下午，就被人记录了下来。现在被人视如敝屣的母妈，也曾被人这样用心对待。我扭头看向母妈，只见她浑身一颤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她似乎认得落笔的人是谁，喃喃问道：“他人呢？”林深沉默了良久，才说：“我父亲去年去世了，所以今年才会把这栋房子开放给别人住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巧的是，恰好就是我。”母妈闭上双眼，豆大的泪珠从她脸颊落下。我鬼使神差地抹下眼泪放进嘴里，咸的，带着一股酸涩味，如同母妈此刻的心。她缓缓开口，和我说了一个我没听过的故事。母妈和林深的父亲乐白是青梅竹马。乐白那会儿也不是什么高知家庭，比母妈的家庭条件还要差。他自小就喜欢母妈，也擅长热烈地表达情感。他经常会在沙子上描绘出母妈的面容，后面蹭到了新来美术老师的油彩，便画下了眼前这幅画。外公外婆知道乐白读书不好，家里也没牛羊，便很抗拒他们接触。乐白是个心思敏感的人，知道自己配不上母妈，就去了京市寻机会。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没有回来，久到母妈被生活蹉跎的都快忘记了他的存在。
母妈擦掉眼泪，感叹道：“看来他在国外过得不错，还有了这么大的房子和你这个好孩子。”林深恰时开口：“我父亲一生未去，我是他领养的孩子。”母妈刚停的眼泪又刹不住了。等我安抚好她之后，才能和林深单独说2句。我开门见山问道：“所以你一见到母妈就认出她来了？那幅画跟现在的母妈相差很多，换作是我都不能一下子认出来，可偏偏林深就做到了。”我心里的怀疑陡增，思考着要不要搬出去。林深却丝毫不在意我不客气的态度，温和答道：“对，因为我和我父亲回过藏区，亲眼见过你们。”是了，研究所主管之前就说过，林深在藏区待过一段时间。当时乐白被国外的事绊住了脚步，等他回到藏区时，看见的就是母妈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所以他便没有再出现打扰。直到他寿数将近时，又回了一次藏区，也依旧没有去见母妈。在这有限的一生，两人分开后就戏剧性的再也没有相见过。林深将一本房本递给我：“这栋房子你放心住，我父亲早在之前就将它过户给你们母女了。”我接过房本后，在客厅呆坐了很久。母妈当晚发了高烧，期间迷迷糊糊地说了很多梦话，也不知道她梦见了什么。只是她退烧后，脸上挂着一个恬静的笑容。第二天醒来，感觉她整个人的精神气都好了很多。我问她怎么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她只是答道：“人不能总活在过去，我也应该往前走了。”我哑然了一瞬，突然就想起了沈恒。看起来母妈比我要豁达得多。母妈似乎也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你跟沈恒？我笑了笑，早就放下了，毕竟我可是母妈的女儿。我们母女相视一笑，笑够之后，母妈又握着我的手，试探开口：“那林深呢？你是怎么看待他的？”要说林深只是纯粹的对我们好，谁也不信。可我又不想自作多情，开口问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。我只是有些气馁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母妈捏了捏我的手，宽慰道：“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。”我自己的想法吗？我死死咬住自己的下唇，思考了一会儿。要是说我讨厌林深也说不上，可要是喜欢……这时母妈用藏语说了一句：“心之所向，便是生活所向。”我想我懂了。自那之后，我和林深的关系亲近了很多，也会经常开彼此的玩笑。母妈似乎看出了我们之间的不对劲，总是会暗戳戳的给我们制造机会，因为她体验过失去，所以才不想让我再继续承受这份遗憾。不过研究所有首要任务要解决，我们谁都没有戳破那层窗户纸。齐心协力之下，我和林深研究的西医和藏医共通之处，以及结合的艺术成果，很快就有了新突破。林深斗志昂扬，当晚就拉着我写完了相关的文献。文献一经发布，震惊了整个医学圈子。我和林深被多家国外媒体轮番采访登报，听说我们的名头都响彻了国内，甚至有多个机构和医院邀请我们去开讲座，当宣传大使都给拒绝了。我和林深没有被虚假的名气套住，而是精心钻研更深层的实验结果。到了实验后期，项目的进展一直难以突破，我们决定回藏区采集一些相关的药材。就在我纠结要不要带母妈回去时，他听说我们要回藏区，也坚决要跟我们一起。就在我纠结要不要带母妈回去时，他听说我们要回藏区，也坚决要跟我们一起。可我不能保证此番回去会不会再碰上那些人，但母妈却说：“桑珠，我们是一起来的，那就要一起回去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况且就算碰上他们又怎样，我们不怕他们。”现在的母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早就不是当初那副为男人唯唯诺诺哭泣的模样了。而且他说的对，亏欠我们最多的是他们，就算是害怕，也该是他们害怕我们才对。毕竟当时我和母妈早就已经死在了那场雪崩里。林深十分体贴，替我们买好了归途所有的票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行程被泄露了，我们刚下火车到达藏区，就被好几家媒体公社围住。能向我们透露一下吗？还有，这次回国是又打算在这里发展吗？小姐，您如何看待2年前的那场大雪崩？我一抬头就对上了一双双不怀好意的眼睛，看来我和母妈都被人认出来了。这些都与你们无关，请你们让让。我艰难地护住母妈，才不让她被这群人给挤到。林深牵着我的手，高大的身子挡在我们的身前，开出了一条前路。我们艰难地挤上了早就安排好的卡车，看着窗外不断移动的风景，我的心里涌起万千感慨。之前移民出国的时候，我曾想过，我再也不会回来这里了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才发现，我依旧热爱这片土地，只是记忆里的那些人让我生厌。一路上，林深也没有放开我的手，而我也没有故意挣脱，就好像忘了还有这事儿。只有母妈坐在车后座，一直捂着嘴，不停地冲我们笑，一副如愿以偿的模样。卡车行驶过长长的路，到达了藏区中心，不远处有不少牧民在放牛羊，鼻息之间都是草地的芬芳。林深牵着我的手下了车，刚准备替我整理凌乱的鬓发，这时身后传来了一个惊诧的男声：“桑珠。”我的脸霎时一沉。藏区中心区域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我有想过会遇上他们，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。沈恒生怕是自己看花了眼，大步走上前，凑了上来，直到确定真的是我，才红了眼。他语气激动，就要伸手戳碰我，却被林深挡了下来。看着林深宽厚的背影，我莫名只觉得安全感十足。沈恒眉头一皱，面色不善地看着面前的林深：“你是谁？”林深嗤笑一声：“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”沈恒看着我和林深交握的双手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桑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忘了我们还有婚约在身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当时他带着人雅上京打结婚证，怎么就不想想婚约这事儿呢？现在一提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的婚约早就作废了。沈恒见我还愿意跟他说话，连忙上前2步：“桑珠，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
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和你爸当时得知你们遇上雪崩，还带着人去挖了3天3夜，都不见你们的踪迹。就在我终于接受你的死讯的时候，我在报纸上看见了。他自己说着都哽咽了起来。可你知道，我跟你爸身份特殊，根本不能出国去找你们，所以我们才耽搁了这么久。不过好在你又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的母妈听不过去了，直接上前用力推了他一把。给我闭嘴！你没资格跟我的桑珠在一起！母妈高昂的嗓音吓了沈恒一跳，他似乎想不明白，之前那个怯懦的女人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厉害了。还没等他说什么，又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道沙哑醇厚的男声：“卓玛！”真是冤家路窄，直接都赶一趟遇上了。梦景之前的漠然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激动和欣喜。沈恒被他挤开，但看到来人的脸后，又不敢生气，只能站在一旁盯着我。我也直接无视掉他，眼神只落在面前这个男人身上。梦景刚伸出手，又猛地收回，一副想触碰又不敢碰的模样。卓玛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跟女儿了。他们都说你们死在雪崩里了，可我偏不信。只要一天没找到你们的尸体，我就会一直守在这里，等着你们回来。幸好让我等到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。没有人能再把我们分开。说着，他脸上的神情越发痴迷，就好似多爱慕我的母妈。可他那天的绝情依旧浮现在我面前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。还没等我出头，母妈就将我挡在身后，一脸淡漠。我这种只会缝衣放牛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团长？像团长这样的人，就应该配那高高在上的明珠才对。梦景见状急了，慌忙解释道：“卓玛，我承认，我之前是为了往上爬才娶了宋明珠，可我已经跟他离婚了。我现在是彻底想开了，任何功名利禄都比不上你跟桑珠，所以我们还能好好的像从前一样吗？”说到后面，梦景的声音已经带上了一丝哀求，哪里还有之前那个不可一世的团长模样？母妈冷笑一声，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你是该道歉，这一巴掌就当是你偿还我的。母妈做力气活很多年，手上的气力本就不是常人的力。对不起。这一巴掌下去，梦景饱经风霜的面颊立刻肿了起来。此时，梦景只能满怀希冀地看向我。桑珠，你帮阿爸说一句话好不好？你也舍不得阿爸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淡声道，也略学了些拳脚，言外之意就是，要是他们再纠缠，也别怪我也跟着动手了。梦景眼里的光一下子就熄灭了，母妈没再停留，牵着我的手就走。沈恒见状还想追上来，见我停住脚步，扬了扬手，才堪堪停在原地，生怕我也扇他一巴掌。林深就跟在我们身后替我们收尾。我和母妈走到了藏区植物最多的草地块，这一路上我们收获了不少视线，有惊讶的、恐惧的，甚至还有艳羡的。看来当初我跟林深登上的报纸影响力还挺大，以至于这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甚至还有不少牧民送上自己做的奶酪，就为了让我多多关照他们的孩子，都被我一一拒绝了。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都不会原谅。我们刚采集完需要研究的草药，就看见有一大帮人向我们围了过来，领头的人竟然是任雅。他不复之前那副俏丽的模样，反而面色发黄，一副被岁月蹉跎的模样。还没等我计较，就听见他指着我大喊道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竟然还敢回来抢我的男人！”说着，他就领着人直直向我们冲来。我下意识的就挡在母妈面前，结果下一秒就见林深挡住了他们。任雅盯着林深的脸，眼底先是闪过一抹惊艳，又闪过一抹记恨。她咬咬牙道：“好啊，桑珠，你勾搭沈恒还不够，还把别的野男人给带回来了。今天我就要给你们一点教训。”几个放牛的壮汉撸起袖子就要朝我们动手。这时，梦景和沈恒赶过来了。沈恒一看到任雅，脸色就沉了下来。你又在这儿闹什么？任雅拽着他的手，高声道：“我没闹，沈恒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。”原来当时任雅的孩子并没有生下来，还眼看着沈恒要抛弃她，便破罐子破摔，将事情给闹大了。现在谁都知道任雅是他的人，这一对曾经要好的青梅竹马就这样反目成仇，却又彼此折磨的绑在了一起。我冷着脸拉着母妈和林深走了。我们在藏区几天，这两人就骚扰了我们几天，眼看着这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们这天打算趁天没亮就走。就在我们刚坐上火车的那一刻，就听说沈恒房子被烧了，烧房子的人是任雅，两人彻底撕破了脸皮，扭打起来。期间沈恒力度没收好，将任雅打残废了，于是他这辈子都要对他负责，就连梦景都不能幸免。那天对我们说的话，不知怎的传到了宋明珠耳朵里。宋明珠哭哭啼啼的闹到了首长面前，说梦景只把他当往上爬的工具，首长发难就将梦景降级处理，外派到了更荒远的地区。后面再具体的事宜我们便不清楚了。我看着窗外绵延的草原，心里还是有些不舍，可能这一次和藏区高原就是永别了。这时林深扭头看向我，说道：“桑珠，我喜欢你。”这时母妈带头唱起了我们藏区定情的情歌，周围的旅客也都配合的跟着哼唱起来。我顿时被羞得面红耳赤，母妈笑得更开心了，周围的歌唱声也越来越大，跟上次仓皇出逃不一样，这一次驶向的是我们的美好未来。